世事如磨，皆因有度。古人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凡事磨你，皆非无由，实乃度你，使你成长，使你坚强。山非磨不平，人非磨不成。昔日之顽石，经年累月，风雨侵蚀，终得圆润之姿。昔日之至子，历经世事，千锤百炼，终得成熟之态。遥想那古圣贤，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然而其背后，是无数个夜晚的秉烛夜读，是无数滴汗水的浸透书页。正如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所言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每一次的磨砺，都是一次攀登，都是为了看见更远的风景。磨有时如刀，割破肌肤，痛彻心扉；有时如风，吹散尘埃，露出真我。生活之磨，有时如狂风骤雨，猛烈而无情；有时又如和风细雨，温柔而细腻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生命中的必经之路。因为只有在磨砺中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坚韧，什么是毅力。古诗云：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？不经历磨砺，怎能成大事？人生路上，谁不曾经历风雨？那些磕磕碰碰，那些跌跌撞撞，皆成往事，却又在心底留下深深的烙印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磨难，让我们学会了坚韧不拔，学会了在逆境中求生。正如那古木参天，历经风霜雨雪，却依旧屹立不倒。他的年轮见证了岁月的沧桑，也记录了成长的痕迹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的友善，有的刻薄。然而，无论遇到何种人，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都是用来磨砺我们的底石。那些友善的人，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关爱，而那些刻薄的人，则让我们学会了宽容与理解。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也都在默默地磨砺着我们。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如一次偶然的失落，一次意外的惊喜，一次与他人的争执，一次对自己的反思，都在悄无声息中改变着我们。它们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，更加明白生活的真谛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那些磨砺我们的人和事，其实都是生命中的渡船，载着我们渡过人生的河流。那些曾经的伤痕，如今已成为我们最坚实的铠甲；那些曾经的泪水，如今已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凡事磨你，皆为渡你。每一次跌倒，都似是一次洗礼，洗去浮躁，留下沉静。每一次挫败，都似是一次涅槃，
然尽救我，重塑新生。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不妨换个角度去看待它，或许它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一次机会，让我们学会更多的东西，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强。王阳明曾说，人间道场，淤泥生莲，世间磨难，皆是砥砺切磋我也。生活如同修行的道场，磨难则是修炼的过程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难免会遇到挫折和不顺，面对无数不如意的人和事。有些人在困境中抱怨不休，最终沉沦，变得平庸；而有些人则在挫折中奋起，以苦难为砥砺，最终成就非凡。人活着，未经磨难，不知世事的艰辛，不历挑战，不懂成就的不易。你终将明白，一切历经的痛苦，最终都是来度你的。厄运磨练你的心态。人生在世，心胸开阔，则琐事自轻；日常之中，心态宽广，则忧愁自减。那么，如何培养出积极且坚韧的心态？其秘诀在于经历的磨练。古人常言，筋易断，而坚者不可摧。一位热爱马拉松的跑者，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从高处坠落，导致全身瘫痪。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，除了头部之外，全身失去了知觉，无法动弹，生活从此天翻地覆。在最初的震惊和绝望之后，他逐渐接受了现实。他告诉自己，虽然不能再次站立，但他仍然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他找到了内心的3个支柱：希望、奉献和坚持。这3个信念成为了他继续前行的动力。他说，我选择活下去，因为我相信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站起来。这3个信念支撑着我，我将为之奋斗，永不放弃。他将这次事故视为人生的转折点，决定接受现实，继续追求生活的意义。他坐在轮椅上，依然笑对生活，不仅成功经营了自己的公司，还积极参与公益，帮助那些失去信心的人找到希望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终将过去。只有不断努力，才能迎来新生。他不仅理解了这个道理，更成为了一个努力将厄运视为命运转机的人。曾仕强教授说过，人前面太顺，其实不是好现象。一个人没有碰到挫折，他是长不大；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他永远长不大。不要怕挫折，你要接受它磨练，好好运你的气。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旅途中都会被不幸所困扰，但是我们虽然不能左右命运的安排，却能选择如何面对命运。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就退缩，不要因为一次的挫败就屈服。当我们遭遇生活中的挑战和失败时，只有超越消极情绪，
才能变得坚不可摧，接受厄运的磨练，培养坚韧心态，磨砺自己的气场，完成自我的重生与救赎。二，破事，锻炼你的能力。孟子曾言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很多时候，你所遭遇的困境，实际上是对你自身能力的一次提升和锻炼。未尝苦中苦，难知甜中甜。不迎难而上，难逃日后加倍的挑战。蒲松龄自幼聪明过人，村里的人都说他将来一定能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，光宗耀祖。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。蒲松龄在19岁时以3考皆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后，却屡试不第。岁月流转，蒲松龄的科举之路充满了坎坷。他决定放弃科举，转而投身于文学创作。蒲松龄回到家中，拿起笔，沾上墨，写下了一副自勉联：有志者使敬诚，破釜沉舟，120秦关中属楚，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3000越甲可吞吴。这副对联既是对自己的鞭策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从此他白天教书育人，夜晚则点起油灯，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。他的笔下有花妖狐媚，有幽冥世界的奇幻故事，也有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批判。经过数十年的辛勤笔耕，蒲松龄终于完成了他的代表作《聊斋志异》。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，赢得了世人的赞誉。即使在逆境中，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，就能够创造出卓越的成就。蒲松龄的人生虽然历经坎坷，但他用笔尖书写了一个不朽的传奇。崔念龄在其断句中道：有魔皆好事，无曲不闻馨。水若不遇岛屿，怎能激起令人赞叹的浪花？蚌若未经磨砺，怎会孕育出光彩照人的珍珠？松柏若不经历狂风，怎能铸就其坚毅的风骨？正如命由己造，福当自求。经历了那些破事的考验，在跌宕起伏中练就了真正的能力，你的转机和机遇自然就会到来。你若强大，破事自离。3，恶人成就你的格局。俗话说，贵人成全你，小人成就你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，有些人信任你，扶持你，鼓励你，是你生命中的贵人，而有些人却诋毁你，重伤你，令你经历磨难，甚至让你感到痛苦万分。然而无论是哪一种人，他们都能教会你宝贵的一课。孙膑和庞涓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兵法家，两人本是好友，共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。但后来庞涓因孙膑过人的才华，
渐渐心生嫉妒。庞涓在魏国得到重用后，又使孙膑来到魏国，并诬陷孙膑谋反，结果孙膑遭受了被削去了膝盖，成为了残疾人，这也就是他名字钟膑的由来。然后遭受好友背叛，身陷囹圄的孙膑并没有放弃对抗命运的搓磨，他在狱中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摆脱困境，寻找出路。他装疯卖傻，忍受屈辱，熬过痛苦，等待时机。后来孙膑就来到齐国，得到了齐威王的赏识和重用，被任命为军师。孙膑以其卓越的兵法知识和战略智慧，帮助齐国取得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。在著名的马陵之战中，孙膑运用减灶计，诱使魏军深入埋伏圈，最终大败魏军，庞涓兵败自杀。孙膑也因此一战成名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。在这光怪陆离的人间，遇到魑魅魍魉，是一种无奈，也是一种常态。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，这些人无权左右我们的未来，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宰。与其在对抗不易中耗费精力，不如将这份力量用于自我成长，让我们的格局更加广阔。正如尼采所说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终将使你变得更加强大。把生命中遇到的恶人当成考验，学会清醒面对，恰恰是修行自己最好的方式。古人云：玉不琢不成器，人生亦是如此。没有谁的人生是永远一帆风顺的，生活中的厄运、破事和恶人常伴随身侧，有时经历一些磨难和痛苦，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得以脱胎换骨。请相信，凡是磨你的，都是用来度你。愿你我都能跨过磨难有所得，努力生活，活得自在坦然。我们做人一定要做善良之人，不要做那恶人。即使没有天道轮回，恶人也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和痛恨。一生活在别人痛恨中的人，注定没有好下场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上天从来不会偏袒谁，只会眷顾那些行善之人。很多人上香拜佛，祈求神灵庇佑，仁者无敌，善者无救。我们想要求得财富、健康，还有人生的幸福，不能向外求，最好的方法是向内求。吉人自有吉祥，善人自有天助，让自己成为吉人，善人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庇护。释迦牟尼悟道佛后，很受人们尊敬，走在街上都会有很多人跟从。有一天，释迦牟尼在街上碰到一个愤怒的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对释迦牟尼有很深的敌意，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。当他看到人们对释迦牟尼这么尊敬，更加愤恨，不禁心生妒忌。他和众生一样，跟在释迦牟尼身后，趁着释迦牟尼没有注意，他悄悄抓了一把沙子，
向释迦牟尼的眼睛扔过去。可是就在扔出去的瞬间，一阵风吹来，结果沙子都飘进了婆罗门眼中，他一时间疼痛不已，睁不开眼，他痛苦地在地上翻滚，众人都嘲笑他。这时释迦牟尼用平静而洪亮的声音说：如果想要陷害或者玷污善良之人，最终不会落得好下场，伤人伤己，众生切记。婆罗门听了佛陀开示，终于幡然悔悟，遁入空门。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瞧不起老实本分的人，专门坑害那些善良之人。殊不知，善良之人不与人争端，能量却是巨大的。伤害了善良的人，就是伤害了天理，不仅自己内心受煎熬，天理也一定会惩罚你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有的人不相信这个理，最终作恶到头，只会害了自己。因果循环，与人为善，于己为善，与人有路，于己有退。善良的人不吃亏，心善之人不会伤天害理，品正之人不会言而无信。或许有人会认为善良不值一提，但其实善良是为自己积攒的福报，品正是为自己开辟的后路。古时在浙江丽水，有一家世代烧陶的张家，曾有兄弟二人烧窑。哥哥为人厚道老实，勤于钻研，烧造艺术比弟弟高明，上至皇帝下至显贵，都对哥哥的技艺赞不绝口。弟弟因此嫉妒哥哥，为了破坏哥哥声誉，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。等哥哥烧好窑打开一看，瓷器又全裂开了，哥哥欲哭无泪。这时他灵机一动，泡了一壶茶，将茶水涂在瓷器上，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，又把墨汁涂上去，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。这样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。就这样，瓷器充满各式各样唯美的线条，美丽的瓷器很快就被一抢而空。歌谣从此闻名天下。做人不要想着算计别人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福祸上天自有安排。你若善良，天必佑之。生活自有自己的因果循环，它不满足于任何人的私心贪欲，一直善良下去，只问自心，不问得失。赠人玫瑰之手，经久犹有余香。你对人好，最终受益的都是自己，那是你修来的福气，也是世界给予你的奖励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大吉大利、平安幸福，其实能够得偿所愿，重点在自己，在修身。修行不在别人，也不在别处，你是吉人，自有天相；你是善人，自有天助。佛家有偈曰：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
有容乃大。所谓好人有好报，吉人有天相。人的相会随着心念而改变，福祸也由此而生。那么怎样的人才算是吉人呢？一、敬畏诸佛，怜悯众生。何谓吉？上面一个是字，象征威严；下面一个口字，意思是言辞。吉最初是指帝王之人，带领臣民对天地神灵发出颂赞，表达的是对天地神灵有所敬畏，才能得到天地神灵的庇佑。子曰：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焉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心有敬畏，人就有福气。苏轼有次去寺庙游玩，庙内有个老和尚，见他穿着朴素，便说：坐。对小和尚说：茶。苏轼见状，说了声取善不来，写了100两香火钱。老和尚立马改口道：请坐。又让小和尚上茶。苏轼笑了笑，在扇布上落了款：东城居士苏轼。老和尚一看，急忙施礼，笑道：请上座。转头吩咐小和尚：快上好茶。随后老和尚请求苏轼为庙题字，苏轼并未推辞，提笔写道：坐，请坐，请上座。茶，上茶，上好茶。老和尚羞愧难当，当一个人失去敬畏，就会目中无人，失去理性，招来祸灾。敬是有所为，畏是有所不为。敬畏不是胆小，不是怕事，而是由心的尊敬，对事认真，对人有礼。敬畏让人自律，他告诉人们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敬畏让人进退有度，懂得感恩。明朝方孝孺说：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规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一个人的福气来源于运气，一个心存敬畏的人，懂得顺从天意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做事自然顺风顺水，好运气来了，福气也就来了。二、乐于行善，广结善缘。自古以来，无论儒释道，都认为得上天眷顾之人便是吉人，可这个眷顾烧香拜佛求不得，只有靠自身修德。何谓吉人？古人讲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只要存善念，行善举，福报就越来越深。这就是吉人有天助。玉谱杂记中记述了杨柱的2件小事。杨的邻居丢了只鸡，声称是被姓杨的偷走的，家人不满，告诉杨柱，谁知他不以为意道：又不止我一家姓杨，随他骂去。又一邻居一到雨天排院中积水，这积水每每流经杨柱家中，
导致杨家脏污潮湿。家人想让杨柱上门理论，杨柱却劝解家人，总是下雨的时候少，晴天的时候多。时日久了，邻居们都被杨柱的善意感动。有一年听闻有贼人要来杨家谋财，便纷纷自发来杨家守夜，杨家也因此而幸免。六祖坛经上说，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的，一心向善，就是在为自己招来善缘和财源。对人好，受益者终是自己，这不仅是自己修得的福，也是老天的馈赠。心中有佛，看人是佛，与人为善，就是与己为善。运气和福气常绕左右，自然就是吉人。三，自强不息，宽容大量。有的人一生都在追求大吉大利，其实福气求不得天，求不得的只能求自己。即使命运划定了人生的福祸吉凶，也不要忘了，真正的福气是靠自强不息的拼搏积攒起来的。明朝末年名将于大猷被誉为诸将之首，一生与倭寇作战，战功显赫。然而命运并未多有眷顾，即使他有惊天勋业，也总是时而受重用，时而受贬责。但每每横祸飞来，他也只是笑着说，吾自处中庸第14章矣。在他长达47年的从军生涯中，总是有功无赏，还会受到许多处分。换作别人遭受这么多打击，早已一蹶不振，可于大猷却屡贬屡起，因为他的人信奉，生要与苏子清争结义，与诸葛公争京城，与狄良公争妙用，与郭令公争勋业，与岳武穆争忠贞。他喜欢将自己和古代贤士豪杰做比较，不止这么说，也在努力这样做。明末名将多数不得善终，唯有他自强不息，对命运屡败屡战，最终已近80高龄，寿终正寝。老天不会忽略任何一个自强不息的人，也不会去眷顾一个自暴自弃的人。不认命是态度，自强不息才是求福得福的关键。命运看似无法捉摸，实则由人心决定。古人讲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老天虽然决定了你的命运，但要不要顺从是自己的事。只有不向命运索取，一路拼搏，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福气。怯懦之人遇到坎坷，只会抱怨命苦；不认输的人，却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福气。倘若跨过，便是黎明，此生定然福运悠长。生活充满阳光和爱，但需要你的内心先拥有，才能所见皆如此。上天的眷顾与帮助，不是别人，也不在别处，而在自己。你是吉人，自有天相；你是善人，自有天助。当你成为吉人，自然如有神助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
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吉人自有天相，愿你遇到什么都能事事化吉，顺利度过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